他疯了，被这种东西咬到，不死也半残了。 这样参悟死亡奥义的，用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的境遇和痛苦，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一次又一次突破死亡的奥义。这样，他便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不死之身。能用这种方法修炼的人，无异于亡命徒啊！ 这么晚，他要出去干什么？是什么？莫非是这些虫子？可是他带走这虫子有什么用呢？雪鹰，你给我滚开！你疯了！中毒会没命的！原来这是圈套，你们是为了跟踪魔人，找到线索。你知道的太晚了，你已经破坏我们的计划了。 东伯雪鹰，你怎么坐在我的位置上？早课修炼斗气和精神力，向来都是席地而坐，没有固定的位置。我修炼的是死亡奥义，修炼时最忌讳被外界打扰，所以每日晨课我都找一个角落里坐着。你现在坐的正好是我的位置，在场的人都知道。他们知道不代表我知道。 我不做就是了。东伯雪鹰，你是不是自认为天赋极高就可以目中无人、逞强好胜？如果那日不是你逞英雄，或许我们早就找到魔神会的位置了。
那是你技不如人，怨不得我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比试比试。来吧。师兄，区区一个位置，让给他有何不可？这里没你的事。我还就管定了。雪幽，我帮你打赢他，你的宝贝吊坠是不是可以送给我？哎呀，说那么多干嘛？动手啊！哎，你们两个赶紧的吧。就是啊，打呀！好啊。本想把长老们都闹来，借机观察传信盒子是谁丢的，结果闹来了龚师傅。刚才我看你长枪飞出，奇疾如风，动线飘忽不定，用的是什么奥义？风之奥义。上次你在练风之奥义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既然专心水火奥义，就一心去钻研。风之奥义且先放到一旁，我可曾跟你这样说过？说过。修行之路最忌分心，毕竟超凡的精力是有限的。也就是如今你还年轻，分心去修行风之奥义，如果及时收手，也就耽搁一点时间罢了。可是你还在继续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你修炼水火奥义？我知道，可在我修行之中，我发现水火奥义并不完美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会一心修行，希望将自己修炼的真意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。但是，这么做就一定对吗？无论凡人还是超凡，都一昧的去迎合奥义，谁又会真正思考过这些奥义本身的特点？胡言乱语！超凡的修行之路何其艰难坎坷，我们星火宫这么多弟子，能有几位练到真意的巅峰之境就很不错了。你竟然还在质疑真意？你说你发现了水火奥义的缺陷，然后呢？你能干什么？我已将风火水之奥义成功融入我的枪法之中。大胆放肆！谁让你这么乱来的？修行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吗？知道。修行之路，越往后越发艰难。能进入圣级的少之又少，能跨入半神的实属罕见。你年纪轻轻，就将水火奥义相互结合，甚至如此轻松地达到第2级。继续下去，能跨入圣级，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你有生之年，还是有望跨入半神之境的。你前程远大，我们下族也有望再添一名半神。我们对你都充满着期待。可是你呢？你在自毁前程，你竟想将风之奥义融入进去，你就有把握这条路不是死路绝路。龚师傅说的对，在一张白纸上作画，才能做出最好的画，而在一张铺满色彩的纸上，恐怕连修改一笔都是很难的。这是同一个道理。明明是一个天才，怎么会犯这么致命的错误？我认为，星火宫给超凡们规定的修行之路，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。龚师傅，难道你就不曾质疑过星火宫吗？让巫师兄以身涉险，甚至为下族牺牲性命，这是正道吗？我们这些超凡，无论实力还是进步速度都不尽相同，但从凡人到超凡，哪一个不是拼命修炼，九死一生？如此艰难造就的超凡，却被星火宫养成牺牲品，断送未来一切可能性。超凡的性命就如此轻如鸿毛吗？这是为了下族，为了龙山国，就算是牺牲，也是光荣、伟大的。我不信只有这一种方式，就像我不信只有星火宫才能为超凡规定一条修行道路。
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你一意孤行能给你带来什么。将你歪门邪道的功夫，统统使出来吧！太好了，能跟半神决斗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这么快的速度。 如果雪鹰不这么做的话，会很难坚持下去。龚师傅，恕弟子冒犯。二品真意，我说双方实力悬殊如此大，竟然都能赢。下族从古至今最逆天的也就是二品真意了，真是太强大了。幸亏东伯雪鹰坚持己见，同时修炼各种奥义。如果只掌握了水火真意，乃至成为半神，最多也就达成了司空阳观主那个程度罢了。对于下族而言，顶多是锦上添花，因为这样层次的有好多个了。可如果真的二品真意的半神诞生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有可能将会称霸一个时代。对了，这二品真意叫什么名字啊？极顶真意。你说的对，雪鹰，超凡的修行之路，并不只有一条。走前人未尝试过的道路，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我承认，我输了。哈哈。